20年前，我刚参加工作时，单位里有2个年轻人，是截然不同的2种类型。一个是老高，我们私底下叫他高神，名校毕业，智商超群，是那种任何复杂的技术难题，到了他手里都能被迅速解构成清晰的步骤，然后迎刃而解的天才。他恃才傲物，眼里揉不得沙子，开会时敢当面指出领导的逻辑漏洞，对待同事也从不屑于所谓的人情世故。他的口头禅是，能用技术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搞关系浪费时间。那时候我们都仰望着他，觉得他就是明日之星，前途不可限量。另一个是老陈，一个看起来再普通不过的年轻人，学历普通，能力中上，做事勤勤恳恳，待人温和周到。他最大的特点就是不惹眼，你很难说出他有什么惊才绝艳的表现，但也绝找不出他有什么可以指摘的错处。在高神的光芒下，老陈就像一颗暗淡的卫星，默默地围绕着自己的轨道运行。那时的我们都笃信智商为王，我们打赌10年后高神必定身居高位，而老陈大概率还在某个基层岗位上，做着一颗勤勤恳恳的螺丝钉。20年弹指一挥间，前阵子单位改制，我们这些旧同事又聚在了一起。高神来了，两鬓已有白发，眼神里带着一种被现实磨平棱角后的疲惫。他确实成了技术专家，但职位始终卡在一个不上不下的位置。饭局上，他喝了几杯酒，开始抱怨体制的不公、年轻人的浮躁，以及自己怀才不遇的愤懑。他说的最多的是心累，是提不起劲了。而老陈呢？他成了另一家公司的技术副总，气定神闲，温润如玉。他没怎么谈自己的成就，反而饶有兴致地跟我们聊他这几年迷上的徒步和摄影，聊他在山谷里看到的日出，在古寺里听到的钟声。他的言谈举止间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，那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的饱满的生命状态。酒过3巡，有人问老陈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当年我们可都没想到。老陈笑了笑，给高神和我各倒了一杯茶，缓缓说道，其实没什么秘诀。前半生我跟着高神这样的人拼命跑，拼的是智商，是专业。可跑着跑着，我发现人生这场马拉松跑到一半，赛道就变了。后面拼的既不是谁跑得更快，也不是谁更会超近道，而是谁的能量更足。能量这2个字像一道闪电，瞬间击中了我。我们总以为拉开人与人差距的是智商，是学历，是背景，后来又觉得是情商，是会不会说话，会不会做人。可人到中年才恍然大悟，所有这些外在的数都建立在一个更底层的道之上，这个道就是一个人的能量水平。什么是能量？它不是蛮力，也不仅仅是精力，而是一个人生命力的综合体现。它是一个看不见、摸不着，却真实存在的生命力场。它决定了你面对压力时的抗挫力，面对未知时的学习力，以及面对衰老时的恢复力。如果说人生是一部手机，智商是它的硬件配置，情商是它的作业系统，那么能量就是它的电池续航能力。配置再高，系统再流畅，一旦没电，就是一块冰冷的砖头。而中年危机，其本质根本不是能力危机或职业危机，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能量危机。毛主席在《论持久战》里将战争的伟力之根源归于民众。人生这场更为漫长的持久战，其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能量储备之中。前半生竞争的维度相对单一，读书时你只需要搞定考试，刚工作时你只需要搞定业务。就像一场短跑，智商高的人爆发力强，很容易就能脱颖而出。高神就是典型的例子。
可一旦跨入后半程，赛道就变得复杂起来。它不再是单一的直线跑道，而是一个需要同时应对家庭、事业、健康、人际关系的多维战场。你的父母日渐老去，需要你投入时间和精气去照料。你的孩子进入青春期，亲子关系成了一场斗智斗勇的博弈。你的身体开始发出警报，高血压、颈椎病、失眠轮番上阵。职场上比你年轻、比你更能熬夜的后浪正虎视眈眈。这时候，你面对的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敌人，而是一个需要你多线作战的方面军。智商能帮你解决一个具体的技术难题，情商能帮你缓和一次紧张的家庭矛盾。但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能量，你连静下心来思考问题的启动资金都没有。你会发现，很多事情不是你想不到，也不是你做不到，而是你根本扛不住，做不动了。这就是高神的困境。它就像一台 CPU 过热的计算机，同时开了太多的程序，每一个都在消耗它的资源，最终导致系统崩溃，频繁死机。它的聪明才智在巨大的能量消耗面前变得苍白无力。反观老陈，他或许起步不快，但他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能量系统。他的人生不是一场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有节奏的、可持续的越野跑。那么，这种决定了人生下半场质量的能量究竟由什么构成？它至少包含3个相互关联、层层递进的维度：身体的能量、情绪的能量和精神的能量。身体的能量是一个人最基础的不动产。很多人，尤其是聪明人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轻视身体。他们将身体视为一个服务于大脑的工具，一个可以被任意压榨的臭皮囊。高神就是这样，年轻时为了攻克一个项目，可以连续熬夜1星期，靠咖啡和香烟续命。他觉得睡觉、运动都是在浪费他宝贵的思考时间。他没有意识到，身体不是工具，而是承载一切的圣殿。你所有宏大的理想、精妙的才思，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作为根基。当根基动摇时，上面的一切都将摇摇欲坠。老陈的智慧在于，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。他跟我说，35岁那年，他因为长期伏案工作，颈椎和腰椎都出了严重问题，整夜的疼得睡不着。那段时间，他脾气暴躁，工作效率低下，感觉人生一片灰暗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他开始反思。他办了健身卡，但发现自己很难坚持。后来他偶然接触到徒步，没想到竟爱上了这种自讨苦吃的运动。他说，当我一步步走在山路上，汗水浸透衣服，感受着心跳和呼吸时，我才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活着。我不再去想工作上的烦心事，也不再去焦虑孩子的成绩。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脚下的路和远方的风景。每次下山，虽然身体疲惫，但心里却是满满的，像是被洗涤过一样。他把周末的徒步称之为给自己身体的献祭，看似是消耗，实则是更高层级的补充。这种持续的、有规律的身体锻炼，为他储备了最基础的能量不动产。这份不动产让他在面对中年压力时，有了最起码的革命本钱。情绪的能量是一个人最宝贵的现金流。如果说身体能量是地基，那么情绪能量就是你每天可以动用的现金流。成年人能量流失的最大黑洞，不是繁重的工作，不是复杂的人际，而是无休止的情绪内耗。高神就是一个典型的内耗型人格，他的能量大量的消耗在了对外界的反刍和对抗上。领导的一个质疑眼神，他会琢磨半天，觉得对方是在打压自己；同事的一个无心之言，他会反复咀嚼，认为对方是在影射自己。项目进展不顺，他不会先想解决方案，而是先陷入对团队成员愚蠢的愤怒和抱怨中。他的内心就像一个混乱的战场，自己人打自己人。
炮火连天，硝烟弥集。他太想证明自己是对的，是聪明的，以至于把所有与他意见相左的人都当成了敌人。这种思维模式让他的情绪现金流常年处于赤字状态。他每天醒来，不是去创造价值，而是先要花费大量的能量去填补前一天留下的情绪亏空。而老陈的过人之处在于他懂得如何维护自己情绪的收支平衡。他并非没有情绪，而是学会了不让情绪的负债过夜。他分享过一个小故事，有一次他因为一个下属的重大失误，导致公司损失了几十万，他在会议上被大老板骂得狗血淋头。换作是高神，估计会当场怼回去，或者至少会把那个下属骂个半死。老陈怎么做的呢？他开完会，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，泡了一杯很浓的茶，然后拿出一张白纸，在上面写了3句话：一、这件事我负有管理失察的责任；二、发火和抱怨除了让自己更难受，不能挽回任何损失；三、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拿出补救方案，并建立流程，防止未来再犯。写完这3句话，他把那张纸撕掉，扔进垃圾桶。然后他把那个犯了错的下属叫进来，平静地和他一起复盘了整个过程，并在第2天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报告。这就是情绪能量的管理。它不是压抑，而是疏导，是承认情绪的合理性，但绝不让自己沉溺其中，是快速地从受害者模式切换到解决者模式。一个人的情绪现金流是正向还是负向，日积月累就是天壤之别。正向的人每天都在利滚利，能量越来越足；负向的人每天都在还高利贷，最终被彻底掏空。精神的能量是一个人最深层的核动力。如果说身体和情绪的能量决定了你能走多稳，那么精神的能量则决定了你能走多远。什么是精神能量？它源于你的认知、你的好奇心、你的生命热情，以及你与这个世界连接的深度。很多人不是老了才停止学习，而是停止学习后才真正开始衰老的。高神的悲剧在于，他在20多岁时就完成了认知的封顶。他只相信自己专业领域内的知识，对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保持着轻蔑和排斥。他从不看与工作无关的闲书，也从不屑于了解年轻人的新潮思想。他的认知系统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内循环，久而久之，他的精神世界就如一潭死水，再也激不起任何波澜。他所谓的怀才不遇，本质上是他早已被时代淘汰，却不自知。而老陈则始终保持着一种空杯心态。他的学习从不带有强烈的功利性，他看历史，看哲学，看科幻小说，他去逛博物馆，去听音乐会，他甚至会饶有兴致地研究年轻人玩的桌游，和他们讨论最新的网络热梗。这些看似无用的爱好，却像无数条涓涓细流，不断地汇入他的精神水库，让他的生命力始终保持着流动和鲜活。这让他拥有了更宏大的视角，能够从更高的维度去看待工作和生活中的难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开放的学习姿态让他始终与意义感相连。他做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，而是在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坐标系中探索自己生命的价值。这就是他最深层的核动力。他源源不断地为他提供能量，让他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能找到前行的理由。管理能量就是管理你的人生。写到这里，我想你已经明白，人生过半，智商和情商决定了你的起点和效率，但唯有能量决定了你的终点和高度。管理人生，其核心就是管理能量。这不是一句鸡汤，而是一套极其务实的行动指南。它要求你像管理一家公司一样，去管理你的身体、情绪和精神。你要建立身体的资产负债表，定期运动，健康饮食，保证睡眠，停止一切透支行为。
你要监控情绪的现金流量表，远离那些消耗你的人和事。学会自我疏导，减少内耗，让每一分能量都花在创造上。你更要构建精神的长期投资组合，保持好奇，终身学习，找到能让你热爱，让你觉得生命有意义的事情，哪怕它不能给你带来直接的物质回报。如果说人生是一场闯关游戏，那么前半场我们比的是谁的操作更犀利，谁的技能更炫酷，而后半场真正比的是你的血槽还剩多长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请把能量管理当作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事。别再抱怨年龄，别再抱怨环境，也别再抱怨没人给你机会。